好，大家好，今天的市场走势是波动还可以，挺大的。夜盘的话是由于欧洲盘对于瑞士信贷出现了问题，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恐慌情绪的下杀。然后呢，市场在美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反弹，这跟前几天发生的状况非常的类似。随着欧洲那边瑞士政府准备宣布要去介入这件事情，又产生在尾盘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拉升。那么我们知道周五会有大量的期权过期，衍生品市场在周五出现的叫做四巫日，那包括股指期权、股指期货股票期权、股票期货，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衍生品的过期会带来周四的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日子往往是短线交易的一个天堂，会有很好的一个收益，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最后呢，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做空仓位的连续分倍的做空仓位，现在选择收网，然而做多的机会我要等待血筹码。那么这个血筹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该如何去应对？我该如何去计划？那么今天呢，请您跟我一起来研究应对这样的细节。付费内容免费点赞，我们一起开始吧。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那么周五的早上将有2/3的衍生品过期。那么周五，也就是3月17号，就是我们传说的四巫日。那么包括股票期权、股票期货、股指期权、股指期货，那这些衍生品全部要过期。那么这过期的话，早上是主要是指数的过期，大约是2/3。那剩下的1/3，也就是 ETF 和个股的，将在尾盘的时候终结。那么就意味着周四往往是我们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大波动，做日内做大波动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大波动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我们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析。好，我们拿到12月16号的一个分析的走势，大家注意这一次的四巫是马上的17号，那么之前的一个四巫是什么呢？是12月16号，去年的12月16号。那在之前呢，就是去年的9月16。大家看到，其实从日线上看，我们也知道四巫日往往是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出现向下向上的这么一个波动的这个一个加速或者终结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到这几个都是，要不然是离底部比较近，要不然的话就后面再走一段，它也形成了一个底部。所以呢，这个位置上呢，我们说四巫日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它跟这个不管是跟我们说节气，还是说这些你看6月份这也是，就是你跟节气也好，跟位置也好，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对于一个下降趋势来说，我们首先知道下降趋势的时候，四巫日往往是往下推，就是顺着它的趋势往下踹。那么我们在踹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周五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这是它之前周四的一个走势。周四的走势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个下跌，但周四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转，或者说一个强的这么一个反弹。那因为我们在这儿看的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实质上你可以知道，在5分钟和这个15分钟上，大家知道这是一根非常强劲的这么一个反弹。那么什么？因为它来这里是锁一个期权，那之后再往下推推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大家看相对来说在3800附近形成的一个低点，这是上次四巫。那么这次四巫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一点类似的这么一个状态。大概上次的我们说12月份的一个向下推是推到了这个位置，然后就是出现1月一个大反弹，那之后这个2月开始又是一波下跌，那么现在又要面对的一个四巫。那么面对四巫的话呢，现在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走势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方法，就一个是呢，我们如何看它锁到了这个位置算它锁到的位置。那么之前的话锁到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也就是这个成交密集区的一个下沿，对吧？我们看到这是成交密集区的一个下沿。那么现在看的话，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它大概的一个位置大概的一个位置其实就是大约这个位置，就是当下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大约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3960附近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如果我们看明天的走势是一个，比如说夜盘这消息开高走高，那么如果走高的话，那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可能会选择是尾盘是一个 sell off 下跌。那么如果这个明天的话，它的这个走势是什么呢？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比如说低开继续走低，那么我就会选择在这儿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反向，就是明天下午会做一个反向的一个反弹。所以差不多现在我给大家
这个位置上，明天我可能还去根据一些数据来调整，但是现在肉眼去看的话，这个成交密集区大约就是3960附近来做一个布局。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债的这个走势。我们上次说过，就是对于一个衰退交易来说，债呢很容易就是变成一个叫做咱们说的是一个牛市。那么这个交易过程中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个叫乌龟战法，就是你现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横盘的区间，那么这个横盘区间也随着我们现在的金融市场的各种各样的消息，使得债市出现非常大的波动。那我们就在上面演数，大约在109或108附近，只要能卖出1块钱或者5毛的，比如2-3天就5毛，然后呢要1个礼拜就1块，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就102开始也是卖 put 卖1块5毛。那么你卖出这样的话，就是不断的在这刷，像昨天卖了个 put， 今天涨上去了 put 没了啊，化了，就是5毛就变5分了，那5-6分就收掉。今天呢马上到顶上，我又马上卖了一个109的，也是5毛，哎，一会儿今天一跌下来又化了，所以就是不断的刮这个1块钱1块钱1块钱的刮。那你想这一天的一个来回操作有1块钱，那你说这个来钱是非常不，哪怕假设你只有1000股，咱们说假设你只有1000股，那么你知道这一天刮下来之后也1000块钱，其实也不是小数了。但是很多朋友会问说，你就是那为什么我会这么样一个操作？因为很简单，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当一个震荡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概念，叫做弱则实。就是很多朋友他需要精准掉那个点位，特别具体的一个点位，就到这儿涨那儿跌，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弱则实，我这个位置上，我大概就是要差不多知道它要震荡，那我在这就 CC， 在底下这 sell put。那么就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当它突破了怎么办？如果它突破了以后，我不会说啊去哎呀闷住了，然后你恨不得就是捶胸顿足，特别烦，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怕做错，就怕错过。其实没有问题，就是如果我在这儿，比如说 CC 闷住了以后，那我后面我是一半仓位的，那你后边呢cash可以在这儿马上进行买入，做一个什么？做突破买入，就是当一个箱体的一个突破的时候，它是一个买入的机会，我们在这里做一个买入。对吧？那买入的话，其实就把你的 CC 的这个对冲掉了，那么你继续持有这个仓位，相当于向上。那如果比如说它跌回来了又，那你买入的这个地方止损，你当然就会产生一定的磨损，那就是前提是它突破还是形成假突破。那么如果比如说这个位置上跌破的话，那我就相当于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进行了一个什么？进行了一个接股。因为债市，比如说我们的债 CLT 有一个特点，它就很难，比如说暴跌特别多，那么你在这个接了以后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还可以马上转手卖你接股这个位置的一个 CC 啊。那么如果它弹上来了之后，那你带走也无所谓，我保持我的一定的一个仓位。那只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出现了一个暴跌。那么如果出现暴跌的情况下呢，这就是要选股了，就是以我们对现在债市的一个看法或现在的衰退的一个逻辑，暂时还没有看到暴跌的这么一个概率。如果出现的话，那马上会进行其他的保护，比如说我下面直接会买一个，比如说买一个95的 put 啊，本来也不贵，对它进行一个兜底儿，或者我就在这儿进行止损的一个操作，就是你上面下面都有一个应对了以后啊，然后你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刮刮乐，咱们所谓的一个高抛低吸的这么一个动作，它是只适合一个盘整，那我的主要这样 income 就出来了。也是挺好做的，那么这也是挺舒服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长期的这么一个仓位的一个操作。好，我们回到技术分析，跟大家找到这个寻底的过程。那我们来看一下 SPX 回到现货的过程。那么回到现货的话，你可能如果跟着我一起，大家可以来看30分钟的一个，或者说1小时或30分钟，咱们来看30分钟的一个图。那如果看 SPX 不清晰的话，我们来看 IWM 的，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怎么叫清晰呢？我们知道从2月份，也就是2月初开始的下跌，我们是在这里一直都是一个处于一个看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看跌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可以看，大家注意，这是一个顶部出现了以后，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这里出现了一个下上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这是大结构，对吧？你可以说是中枢也好，也可以说这是结构也好，都可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里面，这是你看这是一堆，一个下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每一个走势都非常的完整的。那么这个地方跌破了以后，做了一个回抽，也就是我们说的第3类卖点，对吧？那你不知道这个也没有关系，这个完全没有关系。那么这里面由于它反抽的力度太小了以后，那么它再向下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走势延续到这里。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看到这一面的一个下跌和这一面的一个进入段，它们之间相比，它并不是一个背驰段，所以它想再走的话，它不出意外，这里做一个横盘之后，还有一个下跌，才能出现我们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买点。那么这是从小盘的角度来说，那么它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折腾之后再下来做买点呢？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买点才会出来。而小盘在这个地方已经跌破了我们12月上面的一个成交密集区。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指数是会同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期待大盘也很有可能在3800点是支撑不住的。那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我们就要知道真正的一个底部它的状态是什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SPX， 真正的一个底部它应该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它应该有一个具有非常强烈恐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现在来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个强烈恐慌。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横盘区，我们就说中枢，那么这个地方拉起来，你也可以做一个，然后这里又做了一个。所以说在下降的过程中它有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很有可能在最后的这一段走势可能会非常的凶狠，而且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全面下跌的状态。那么因为我们今天来看板块的话，大家知道能源今天是跌的非常多，但是不是全红或者全部大跌，有些像科技这都是绿了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你可以发现有强有弱，它还没有到一个底部真正的恐慌性杀盘。而真正的恐慌性杀盘出来了以后，那么包括我们的看 VIX 会是一个大涨，VIX 会是一个那种大涨。那么现在的话是30分钟，我们来看日线的 VIX 这里明显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横盘，或者说一个中枢。那么在向上的一个向攻的过程中，如果来到了比如说一个35附近或者33、34附近，那么你当前一个波段的底部，这样才会出现一个成型。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带血筹码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出来了。那么这就是我认为一个比较靠谱的，或者说我在等待的一个抄底的方案。那么我们的空仓该如何处理呢？我给大家再分析一下这个空头的一个操作。好，空头的操作我给大家在这里画了个图，就从2月1号开始的一个1、2、3、4、5段的这么一个下跌。那么这个5段的下跌呢，我的操作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写下来了，就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下的是7月的400 put， 大约是10块05毛或10块。然后呢，当7月份就是当这波下跌下来了以后，我呢把这个400的 put 进线了，正好来到4000左右。那么它进线了以后呢，它是大约16块，我的这个 5% 的仓位就变了 8%。那么这个仓位就太大了，我就用 5%， 就把它进行向下的一个叫调仓，就是 roll 调仓了以后呢，换成了380、345的，大约就是5到6块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么向上的反弹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大家也知道向上反弹非常非常的强烈那么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弹，其实我们在这一段的过程中，我在这一段的过程中也是吃到了这么一个反弹，尤其是我在这里做了一个DIA 的这么一个操作，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我就在反弹中，我把下面的345的这个 put 摘掉，变成了380的裸 put， 那么它成本原来是10块多，那么就一下降到了7块多。那么降到7块多之后，我们这是在3、4的时候呢，再出现了非常凌厉的一个下跌。那我的380的 put 这时候又变成381，又要进线了。那么这个时候在381的时候，我的卖的有18的，有17的，16的，平均就是17块多平均就是17块多。那17块多卖完了之后，反弹上来之后，我们又换成了370和340的一个组合。那370和340的一个小的组合那个出来了之后，那么在昨天的这种利用昨天的反弹呢，又把340关闭，那么370成本又再次变成，大家可以看从10变成6 16，那么这样的话拿这个6的话又变成了一个，等于说6这个地方有了3块钱利润之后，这里又将近16、17，那等于说我这里又是个2、3倍。那么整个这一波下来之后，大家看这是 60%， 然后这是2、3倍，然后呢我在这里再卖的话，370成本又被我变成了7。那我今天的这里收网370的一半 put 大约这是13块5，那么这里的话
我的成本7块多，这里又变成了13块5，那我这里又所谓的翻倍。但是就这样的小操作下来之后，那我整个这个地方是连续的做空，获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利润。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做空为什么比做多要难度大？就是因为做空有2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做空它的隔夜的赚钱的能力是弱的，第二点就是做空的目标位比较难找，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随时随地可面对强大反弹的这么样一个压力啊。那么这个强大的反弹的压力对我们呢，如果仓位大的话，其实是非常难受的。那相反，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另外的一些操作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另外的一个操作啊。那与此同时，大家知道我是一个 AMD 的一个粉丝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其实也是开了 AMD 在78块钱，现在扫了5毛钱下去之后啊，纠错买回。那么78多块钱在这里进行一个向上，打到了差不多87块钱出。大家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做多好做，因为连续的1、2、3、4、5天的一个 K 线的上涨，那我在这个位置上直接就是从78到87，这是9块，那么就超过了11%的一个盈利。那么有11%的一个盈利，就是只要5天我拿着它就可以获得如此的不错的这么一个盈利的情况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找多头的损益比比较高的情况下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拿住一段时间，而且它能连续有一个冲击。那么这样的话，我其实下的仓位也是比较大，做多。那么我其实整个这一波，我其实挣的就比这 put 天天这么折腾，对吧？做一个1、2、3、4就这么折腾，其实都多。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的是，做空你可以看得非常空，可真正在做空的过程中，其实它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会出现一个矛盾的一个心理，就是因为我跟大家说，我的抄底我需要等待一个血筹码，但是我的做空却在这里开始逐渐的一个收网，就是因为我不可能每次都对。那么我在这个位置上叫见好就收，已经非常不错的一个利润了。3月我跟大家分享过，3月一定会有大的波动，那么大的波动也来了，做的比2月份容易的多啊，非常不错了。那我没必要再承担最后尾部，如果后头一个大跌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其实是买点就来了，我也没必要去承担很多的心理压力，那么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现在的策略基本上就是等待做这个短期明天的一个波动，不管是涨还是跌都会有一个大的波动。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空仓进行一个什么呢？进行一个收尾的一个工作，然后剩下的话就主要是进行现金的一个保护，或者现金的一个观望，等待带血筹码的出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进去做。那么4、5日之后那4、5日之后，我们不排除4、5日之后还由于衍生品都结算以后，还有可能非常恐惧的一波下跌才从4、5日之后开始，这完全不排除。我们呢在那个情况下去观察，去理解和体会市场上的脉动找到非常优质的投资和投机的机会。好的，那么今天呢就快速的跟大家复盘，我没法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上跟大家快速更新。那么如果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要是喜欢跟得近一点，或者说就喜欢看的话，我们这个 Discord 您可以加入。不过还是这句话，我们都是付费的就是1天1块钱，1个月23。那么你来随时来，随时走，丰俭由人，随时进出，来的都是客。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复盘到这里。如果喜欢视频，别忘了点赞、分享、转发，付费内容免费点赞，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